大概每一个活动周期，每11年的一个活动周期，总有那么1到2次那个级别很高的耀斑爆发，也就是它这个喷嚏很响。那么它因为是分布在360度，是吧？所以它有可能这个喷嚏对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把这个时间尺度拉长了，因为我们进入所谓的这个现代，对于依赖电力、依赖航天、依赖那个卫星，我们进入这样的生活也才几十年，这几十年也就跨过了4个，是吧？4、5个这种太阳活动周期。那如果你把这个周期拉长到几百年，那么这个概率可能就无限趋近于1了，就是我们未来一定会遭受到，如果把时间拉长，未来一定会遭受到这种级别很强的，直接面对我们的这个强的日冕物质抛射，就像卡林顿事件那个级别的。那么我们人类目前还没有对那个东西还没有应对手段。如果真的，比如说那个强级别的爆发冲着我们来，真的，比如说地面上有很多城市，是吧？变压器烧毁啊什么的，你就可以设想一下这个，你比如是像深圳这样的城市，你别说1个礼拜了，或者你全是2小时断电，你试试会是怎么样，是吧？这其实是怎么说？它这个已经深切的影响到我们现代的生活，所以它是一个未来这个空间天气是一个怎么说呢？很必备的一个专业，对未来发展来说是一个很必备的专业。那么我简单的列出了我们国家现在有的主要的空间天气的相关的团队是哪几个？一个是中科院下面的，有个中科院空间环境研究预报中心，这个中心里头有几个成员单位是一起加入的就跟空间天气相关的你通过这几个成员单位，你也大概能了解到这个空间天气大概涉及到哪些专业，因为它里边包括空间科学、国家天文台，还有物理数学研究所什么的，地质、地球研究所等等这些。然后这是第一个，就是研究能力非常强的一个组织。再后面就是中国气象局有个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它同时也叫做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我一开始上面截的那个图的那个公众号的图就是这个中心的。再有就是我们深圳的了，就是现在哈工大深圳有那个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院，这个实力非常非常强。空间天气的内容我大致都讲完了，我现在稍微插播一个近期这个天文值得关注的点，因为最近有个彗星叫紫金山阿特拉斯，这个彗星是接下来吧，就是大概从这几天开始，它几乎到了可以肉眼看的那个亮度，几乎到了可以肉眼看的亮度。这个是我用软件模拟的10月1号早上的，10月1号凌晨5点多的样子，它在东偏南大约10度左右，但是它角度很低，大概就是说5度左右吧，5到10度这个范围内，因为它是早上从东边升起来，但是它很低的时候很难看到，所以接下来这几天就是从这里有个表，这个是我前几天。就是我从23号、24号、25号，当然那几天深圳天气不太好，我跑到那个其他地方去观测的，连续观测了3天。这个表格呢，就是这个紫金山彗星的观测时间表。今天从28号一直到10月4号，就是早上日出前可以观测1小会儿。大概能观测20多分钟吧。再有就是等过了11以后，就是它到了就是傍晚，就是从10月12日开始，一直到10月底，它都可以观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或者你们也可以加一下深圳天文的公众号，然后上面会有一些会教你怎么观测呀，或者是最新的观测到的一些图片什么都会在上面发出来。好的。谢谢大家。有需要。